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诗新语。终于回到有电脑的房间了啊！昨天在户外简单录了一段，声音效果也不太好，我就干脆没传 B 站，直接传了油管，观看量也不大。看来大家还是比较习惯我在房间里和大家聊天。今天开始降温了啊，北京华北已经降得很低了，南方也逐渐要降下来了。今天温度很多地方还很高，但是明天可就注意了，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个换季的时候，温度急剧变化的时候，老人和孩子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这个保暖千万别感冒啊！现在这个支原体感染什么都挺厉害的。我今天在网上看信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个所谓的那个岛外的论坛它里边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它是反驳另外一个人反驳另外一个人的这么一个论文的解读反了再反。这里边提到一个 Jean 教授呢，根据文章提供的信息这个 Jean 教授呢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就是叫 Jean 教授那么这里边呢，他引用了这个 Jean 教授在推特上发表的观点，以及这个 Jean 教授参与撰写的关于氧化铜他对这个相面温度影响这个论文。Jean 教授呢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先进电池材料。他一直活跃在这个 LK99 相关的讨论当中，他频繁的在 X 网站上发表对 LK99 的看法。那这篇这个论坛上的作者呢，他就认为 Jean 教授试图通过提出硫化亚铜氧化等机制来解释中国科学院样本的矛盾，以支持硫化铜是 LK99 相变原因的观点。但作者分析他说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文章的详细内容那么现在机器翻译了一下，也不是很通顺，我又理了一下标题是什么呢？关于 Jean 教授对量子论文反驳的反驳阐述是吧？反驳的反驳阐述你看他开篇说呢，大家好，今天我终于向 Jean 教授提出了反驳怎么样他先搞清楚，他说我们先了解硫化铜是些什么东西，因为大家总是提到硫化铜，其实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什么那硫化铜有多种变形主要可以分为4类7种，它们的化学式、晶体机构相面温度和电阻力都不同。下边这个图表像这个图表所示，这就是硫化铜的各种类型可以看到成分是稍有不同的，性质呢就变化很大，就是硫化铜和它的这些兄弟们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硫化铜，必须明确是哪一种硫化铜的类型，因为它们的性质差别很大，成分呢也不尽相同。我们要关注的是它们的电阻力和相面温度，这些呢都是这个材料固有的性质。就像图2，就是中科院论文里边这个，像图2所示，不同硫化铜的相面温度都不一样那么灰铜矿大约是在103度，而硫铜矿呢大约是在93度相面温度这个就是硫化铜的相变温度表那其他资料也显示硫铜矿的相面温度是93度，灰铜矿是 103.5 度，相面温度是明显不同。那么中科院指中科院论文里面的图表就是04353那个论文。他说中科院在硫化铜论文中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硫化铜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论文。在382开，就是约108度的时候测的硫化亚铜的电阻力为 0.006 欧姆厘米，但在 385.6 K， 就是112度 C 是电阻力呢突然激增到 13.7 欧姆每厘米。图中可以看到在300 K， 就是约 26.85 度时候呢，电阻力在 0.00 几欧姆厘米量级，也就是说相面温度大约在108度左右，电阻率呢是在 0.006 欧姆每厘米左右。相面温度呢它是接近灰铜矿的104度，但是电阻率却更像硫铜矿，所以他说这两者是存在矛盾的。这是中科院的这个数据，他也给列出来了，就这个图都讲。这个时候呢，他说 Jean 教授就出现了，他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说
灰铜矿经过氧化之后呢，转变为，这是志印教授推特上的观点啊，灰铜矿经过氧化会转变为硫铜矿，所以两种材料可能被混淆。这么说呢，也许有些牵强，但既然是一个大牛的解释，说这志印教授，我们就姑且接受吧。那志印教授呢，还特意制作了一张图表啊，比较了硫化铜和 LK99 的电阻率变化曲线。他找到了1960年代的早期数据，就像这个图4所示啊。他说呢，左边是 LK99 的，右边是硫化亚铜的曲线。这里要注意，下面温度仍然显示在104度以上，就是那么这说明测试的样本应该是灰铜矿，但是电阻率呢却和硫铜矿相符，所以这一点前面提到已经指出过了，就 Hook 那个啊。那这就是Jin 教授的数据。总之来说吧，这个按照 Jin 教授的说法中科院的纯硫化铜样本呢，看起来呢可能是灰铜矿和硫铜矿的某种化合物。也许恰好与 LK99 有相似的相面温度，就是104度 C， 并且相面时呢电阻率也很低，所以它可能是 LK99 相面的成因。那这个文章说呢，听起来呢似乎勉强也说得通。那么如果在105度 C 以上测试呢，那按照中科院和 Jin 教授的说法105度 C 的时候，铜的表面硫铜矿早已开始相变，那内部的灰铜矿也开始了相变，所以测试的时候应该出现相变后的高电阻率。如果硫化铜真能引起 LK99 的相变，那么 LK99 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性质。但是他说呢，从量子论文，就是量子研究所那个 LK99 原始论文里边这个图5可以看到这与实际不符首先，不论电流大小，105度 C 时候呢都没有出现理论上的相变的电阻力，这说明铜的两种相变阶段都还没有开始。更重要的是呢，图 5D 所示磁场影响了相变电流，这是硫化铜不可能做到的，只有超导体才能显示临界磁场、临界电流的相互关系这是量子能源研究所的论文所以综上所述，中科院和 Jin 教授声称硫化铜引起了 LK99 的相变，但是呢没法解释 LK99 各种特性的变化。如果相面温度随电流和磁场变化，那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接着他就换了一页这还续呢这很长的一个反驳的帖子，这是接着续的地方。他说呢那么质疑量子公司的论文与Hook论文存在冲突。Hook论文呢是另外一个 archive 的论文，叫 Vanneau Hook 吧，是吧？他说我没有按他的这个翻译来他的翻译有的我也看不太那个。他说 Jin 教授声称量子公司6人论文就是量子公司那个6个人那个里面论文与Hook论文存在冲突就6人的那个论文呢认同焊接加热Hook论文呢不认同，但仔细看内容才知道Hook论文引用的是全教授论文中的图表，而非那6个人的论文就像这个图2所示。全教授论文中只有 M 区到 N 区的跃迁，所以这两篇论文讨论的区域不同，不存在冲突archive 上这个全教授发的论文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Hook论文和6个人那个署名的论文以及全教授论文不存在冲突，因为Hook论文并没有使用出现焊接加热的区域的数据。所以这后边就是他的总结了那么总结呢他说呢，第一，中科院在不知道自己使用的纯硫化亚铜是何种硫化铜的情况下就发表了论文，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严重的错误。第二呢，是 Jin 教授声称中科院的样本是灰铜矿和硫铜矿的组合，并认为 LK99 与之相似，因此也可能是硫化铜导致的相变。
第三呢是量子公司，那6个人署名的论文显示啊，在所有的硫化铜相变的105度C 的时候呢 ，LK99 并未发生相变。那Jin教授所说的粒径影响相变温度的论文也显示，相变温度只会降低而不会升高。此外啊 ，LK99 展现出的硫化铜无法模拟各种特征，比如相变温度随电流磁场变化，那这进一步证明它和相变和硫化铜无关。第5点呢，华挺能总结，他说Jin教授声称 Hook 论文和6人署名的论文存在冲突，但其不同之处只在于讨论的区域不同，所以没有实质冲突啊。就刚才最后一点说的，所以综上所述，他说呢，中科院和Jin教授认为硫化铜导致 LK99 相变的主张站不住脚啊。那么他已经给Jin教授发送了相关的反驳的内容，等待他回应。哎呦，他这个还挺长是吧？这个论文啊，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特别认真的看了这个中科院的那个论文。那关于硫化铜的那些基础的知识啊，我不认为中科院会不知道是吧？但是呢，可能中科院确实没有提明这个所谓纯硫化铜是何种硫化铜。实际上我认为啊，这个在反驳中科院的这个观点上啊，我觉得印度阿瓦纳那篇论文啊，就是关于硫化铜所占的这个量的比例啊，阿瓦纳印度那篇论文他说不超过 1.5%， 我印象中是。所以就这么一点的硫化亚铜，它不应该影响 LK99 那么明显的特征变化啊。那当然了，他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呢，你看硫铜矿、磷铜矿是吧，灰铜矿，你这个你测它的这个电阻的时候呢，用的硫铜矿，测它温度的时候呢，用的是灰铜矿是吧？它是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你把这个给搞反了。你没有明确说出来，这是他这个导派论文上的一个长帖。这个作者是谁呀？作者叫 Master 啊，他这个韩国的这个论坛啊，说实话，这个翻译过来都稀里糊涂的。那你看，他的作者叫校长，是他的这个论坛的这个级别的，还是他就叫校长啊？这校长这名叫挺气派的。11月4号啊，刚发的一个长的这个反驳的这个文章，这就是韩国的导派论坛啊，针对应该说是4篇论文做的一个支持也好反驳也好这么个总结。你看提到几篇论文呢？中科院的论文对吧？LK99 6人署名的论文以及全教授的论文，这已经3篇论文了，还有那个 Hook 论文，这是吧？这不4篇论文吗？对这4篇论文，它是有拉有打啊，做了这么一个综述啊。我给大家介绍这意思呢，并不说我支持谁或不支持谁，只是给大家讲有这么个情况啊。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们吃瓜群众来说，其实很多论文内容是看不太懂的啊。但是毕竟呢，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关注这些情况的变化，给大家做个参考。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LK99 的一点信息。谢谢大家收看。这里是宋说新语，一个关注科普的小频道。目前呢，陷在了 LK99 的这个沟里边。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呢，请你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并打开小铃铛。那 B 站的朋友欢迎你们积极留言，我是尽量回复。YouTube 朋友呢，也希望你们这个能给多多的支持。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